如何换一个角度看，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预示着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必须做好准备，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换一个人来说，换的是我们一个比较熟悉的老朋友，也是在各大卫视上做军事评论做得比较频繁的张斌张老师，让他跟我们聊一聊他能够在新版的日本防卫白皮书中看到了美国和日本的哪些企图，以及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必须考虑到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今天呢，我来这边做客刘小飞说，我今天就是刘小飞。我就刘小飞，换了样子了，不太一样，但我还是刘小飞。等一下刘小飞来了之后，你问他是不是。今天呢，我倒是想聊一聊，就是日本新出的这本防务白皮书。这本白皮书里边呢，首次把台湾问题，他们叫台海问题，非常隐晦的，特别能体现出日本的这种做事所谓细腻，而且隐藏在下边的一种方式。他把这个台湾用台海来替代，把台海放到从原本的中国议题之中放到了中美关系之中，其实这就是一种把台海、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的一种典型的一种做法，只不过他现在正要一步一步往下推进。那么这件事情，我倒不是想具体的说这件事儿，我倒是想这件事情的背后我们看出什么东西，让我来讲，就是日本虽躺平，军国尚未死。为什么这么说呢？军国主义不是日本已经没有了吗？你等我慢慢来给你讲，这里边完全都是它的一种军国主义的一种体现。7月13号的时候，他们发出了一个白皮书，我们注意到他的白皮书76年开始搞到现在很有意思。最近几年吧，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变成了粉红色，上面飘着个小樱花，特别有日本的风格。而今年的白皮书非常有意思，封面搞了一个用水墨画的方式搞的日本的武士，我想这是一个很强的视觉符号。在这种视觉符号不是偶然的现象，一定是有一种主观的想法的一种转变。那么我们联系这个白皮书，前一段时间我们把所有的东西就看一看，在日本发生了什么。先是舆论场上，在不同的场合，日本的防相岸信夫安倍晋三的亲弟弟发表了这方面的话。而最有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老说一个麻生太郎大嘴巴，这个人我见过，在日本跟他们进行过一些交流，是吧？这个人是大嘴巴，但是大嘴巴背后他道出的一个事情，你可以看出日本把台湾问题紧跟着美国的调子纳入日本的防卫这么一个过程，两个目的：第一，跟随美国；第二一个，实现日本的未来的从法理上所谓国家正常化的一个做法。那么它是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它先从舆论到今天的到了官僚阶层和行政阶层，来把它固化下来。那么下一步往哪推进？可能要推到法律的一个层面。这件事儿到了这边，大家争论的非常非常的多。可是通过这件事，我们能看出什么来呢？我觉得能看出3点问题。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和美国的紧密相关的这么一种关系。也就是说，当日本把它的绝大部分的政治主权和安全主权让渡给美国之后，完全依附到美国之后，它所起来的角色是必须要先行一步。我们知道掌柜的，也就是说总经理，和东家，也就是和董事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董事会有些话还不能说出来，他只能讲一个大概的提纲，而你作为一个东家，你就必须把这个事情先走一步。或者说我们讨论一个黑社会的色彩吧，就是小弟总要比大哥来得更张狂一些，所以他要会先走一步，这一点一点不奇怪，这也属于一种在日本正常的一种做法。回想72年当中美关系刚刚缓和的时候，而最先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的反而是日本。那这里边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深层，美国在他7月初拜登访问欧洲的时候，虽然没有达成反中的同盟，注意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们形成了一个保台同盟，在这一点上欧盟和北约高度的统一。而在这个之下，我们可以看在美国布的一个遏制中国的大网之中，日本先行一步。那么以后会不会由此产生连锁的效应的话呢？我想是会的。美国首先它会从所谓的意识形态的统一方面，它先要完成一个统一，按咱们的话讲，就是它要完成统战战线。这一点反映出来的不是日本，反而是美国。
可以看出美国的未来布局是什么。第二一点，我要说的就是我们要对日本重新的认识，就是我题目一开始说的，日本虽然已经躺平，但是军国尚未死。它虽然让渡了这些东西，但是日本由于它地理环境和它的历史所局限出来，他们必须产生一种害人害己、冷漠推责。你看着平和，其实在某些方面非常暴烈，这在日本对外侵略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这么一种复杂的性格，经过长期的社会的历练，以及甚至是生理上的一种淘汰，这种基因深深地镶嵌在了日本的民族性格之中。当这种基因表现在公共事务决策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往水里、往大海里边排核污染的废水，注意不是核废水，是核污水。同时从50年代在他的国内政治决策中，他们国内的公共生活中，他们可以不顾民众为了利益，就是把汞排入海水，直接导致日本国民长达30年到40年的环境污染。这种基因，这种带有的这种害人利己的基因，不推责的这种基因，换句话讲，我们常说日本是居最深的功、甩最黑的锅的这种基因，如果渗透到它的战略安排之中，我们表现出来的就是对外的侵略和对外的掠夺。日本在经历了原始的积累发展过程之中，当它要进一步要进行发展，它的市场和它的整个支撑不了它的时候，它只能对外侵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军国基因，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去警惕日本的所在。第三一个，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复兴，我们将会支付更多的成本。你说这些成本咱们用于扶贫啊，用于干什么？不香吗？香啊，但是不得已，我们必须要去支付的成本，因为我们是要走一个平行的世界，我们是要走一个和平的一个状态。有一件事大家都没注意，我是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咱们的崔天凯大使在去年的7月份吧，我记得是7月份，在美国的安全论坛上，这是美国很重要的一个论坛，我们报道不多。他非常破例地提出了一个美国是否做好了一个跟你的意识形态不同、跟你的发展模式不同而要和平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和平相处的一个准备。我相信这不是崔天凯大使本人的说，这一定是我们一种国家信号、一种国家 message 的一种传递。那这里边传递出是一个什么？我们会承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种霸权的存在，包括你的军事同盟的存在，但是我们是要和平发展，在这里边我们是要找一种共存的关系。但是现在来看，这种共存的关系我们要支付更高的代价。从贸易战到疫情可以看到，中国现在是在用我们的硬实力在对冲美国的软实力，可以说这个代价非常的大，成本非常的高，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坦率的说吧，这个是事倍功半的一件不划算的事情，但是这在崛起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去支付这个代价。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的工具箱之中还有很深的层次的工具，这些工具他还没在用，他现在用他的所谓军事同盟的软实力东西在遏制我们，也就是他做好这么一个准备。日本可放大的军事能量还是蛮大的，那么在这一点上呢，我们是要有足够的准备。但是可喜的是有一点我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所付出的这种成本不再是一种短期的一种临时性的，而是我们的付出的成本指向性非常的强。我们不会再为某一届政客、某一届美国政府为了他国内的事务平衡，我们去付一些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包括军事上的成本。我们这种事情除了保持它正常的商务和商业上的往来之后，我们不愿意再去多支付这些成本，没有必要了。我们的成本主要集中在什么？完成国家的统一，完成我们的和平发展，完成我们的复兴，这是最关键的。而台湾问题将会是我们未来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是面临到我们这个国家能不能复兴的一个决定性的一个节点。而台湾问题的解决，才是为亚太带来最后的安全、和平、统一的一个前提条件。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光是为了自己，我们同时也是为了周边。就说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美国在全面遏制中国发展的过程之中呢，它是在动用它工具箱中的底层的一些工具，比如说它的同盟，它的所谓的软实力，这就是它经营了多年的软实力所在。在这方面，我们还要付出很高的成本。
与此同时呢，我们对这个事情谨慎的乐观是需要的，不光是前面有星辰大海，前面有更多我们的不可预测，我们的艰辛，甚至是危机。但是今天毕竟不同了，我想起主席的一首词，词牌很有意思，叫做浪淘沙，有点像今天吧，大浪会淘沙的。那么这首词里边浪淘沙北戴河之词的开头两句，我们大家想想是什么呢？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而最后主席以极富这种理想主义及其包括诗人浪漫主义诗人色彩的气度，用2句话做了一个结尾：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不一样了。好，今天我说的日本防务白皮书的事情也就说到这儿了。白皮书本身我们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但是我觉得从这背后我们能看到的东西，今天我简单的就说到这边。最后再跟大家说一句，要有信心。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复兴的那一天，我相信我们看得到。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希望你们关注刘小飞说。